道小齐之前在节目里面蹭艾弗杰尼吧？对，活活蹭出来了一期节目。啊，上次说唱那期节目，哇哦，小齐对艾弗杰尼，哇哦，火力全开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今天在场的小齐一个都不认识，我们就看一看一个都不认识的情况下，小齐老师怎么蹭。有请小齐。各位好，我是小齐。谢谢啊！但今天这些人对我来说都是大咖，朋友们，都说太阳出来了，星星就会变得暗淡。向佐、张唯一一来啊，显得我都像个正常人了，显得张绍刚都那么招人稀罕。剩下那些人真不认识，延安呐、突然不笑了。我真不认识，一搜挺火。朋友们，是长得帅的干啥都火吗？好扎心呐！我搜了，他的著名作是笛子舞。朋友们，他管这个叫舞。我三舅脑血栓复健都比这复杂。不是，我一个中专都知道，一个舞至少俩动作吧。你能学会吗？学会。你要敢管那叫舞，明天我就给花手申遗。老师，我要申请非物质没文化遗产。管乐。哎呀，你虽然和我一样没有名气，但是你有一屋子破烂儿。真的，我妈看了你那个节目都不嫌我屋子乱了。怎么能做到这么玩具那么玩偶？这一进你这屋子，哎呀，一屋小商品呐。真不熟，我第一次见管乐，我说你好，小婉。真的，因为我 ADHD， 我记人名全靠联想记忆。我记住他俩完全靠街边那些乞讨的，手里拿着管乐，面前一个小碗。哎呀，谢依霖，我能记住你，你得谢谢蔡依林。他的槽点自己说的，公开自己整容失败，这算啥槽点呢？说鼻子做歪，鼻子做歪多简单，你就鼻子就从向右变成了向左。武艺啊，倒是认识了，说是歌手。但没人听过他的歌。有是吧？反正我就知道他只是一个快乐的男生。还有特点就是身高，他这个身高确实在娱乐圈不只可以当艺人，还可以当挂件儿。向佐需要挂200多个就可以说我有一身武艺。张唯一我也不敢吐槽他，因为他太脆弱。破碎爱哭，我怕把他整哭了，董璇还得哄他。36岁的时候发微博装可爱，说张小兔破壳了。过生日的时候再说这傻话，哥我一个中专都知道，兔子是胎生。他不能破壳啊！哥，你明年再改，张小鸡破壳了。哎呀，上个节目早中晚各哭一回，咱小兔3哭啊！
特别自恋，你知道吗？你大家看那个节目了吗？吃个饭就知道拿自己刘海擦手的。后来知道了，他那刘海啊，不只能轻浮，不能大甩，因为有些刘海动作一使大了，它就掉了。Oh my god！ 当当，一个抽象的小魔术，可以送给向佐老师的。感觉正常幽默你也听不懂。哎呀，我感觉向佐老师跟张唯一老师真是两种极端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张唯一老师总觉得自己是个孩子，向佐老师总觉得自己长大了。这多好解决！向佐老师，你直接领养他呗。坦白说，就是我吐槽向佐老师，真是边吐边害怕。我从小就是害怕这种就又没文化又会武术的。不可控，真的！你要如果哪块我年轻没事没钱哪块说中了，你这样打我双手就实在不行就我带了。来哥，先送给你啊，你就有拿手戏了。拿手戏，管乐还有你的小碗。你道具真多啊！谢谢谢谢，剩下的小咖没准备啊。真的，向佐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点在哪儿，因为他不是普通人，各位理解吗？就是他逻辑真的太可爱了，真的就是大家说他演的正剧搞笑，他就觉得自己是喜剧人了。他可以这样，又有人说我的段子不幽默，我说不好意思，我是歌手。真的，原话是我一直练舞，原来上天是想让我演喜剧，上天给你生在这个家庭就想让你歇一会儿。你这个折腾啊！大哥，得有点人跟你说真话了，就感觉你没听过难听的吧？啊，就是我们说您演正剧幽默，不是夸你好笑，是想说你干啥啥不行。我们是想说你演正剧的时候幽默，你幽默的时候很尬，你尬的时候很正经。你属于娱乐圈的斜方肌呀，你总在不该使劲的地方使劲儿。但也从向佐老师学到了一些精神，就有些事情差评，我说改变不了，他就会接受感谢。今天我冒犯的也到头了，咱也不能再冒犯了，给向佐老师写了一封感谢信。感谢亲爱的向佐，一直关注您，很早就开始在网上埋汰你。见面了，虽然看您还不像好人，但应该是个好富二代。太多富二代只知道躲在自己的豪宅里跟网红过日子。他们不出来丢人。还是您好，谢谢你一个给我们努力笑话豪门的机会。穷门我们都笑腻了。最后谢谢喜剧，如果没有喜剧，我跟向佐这样的人唯一的交集就是欢迎业主回家。最后感谢社会，不多说了，我给社会摇一个吧。再次掌声作为小齐。我去个！小庆，你下场的方式真的，我刚才吓我一跳，我以为飞过去什么脏东西了。而且我总结了一下小齐今天的喜剧技巧，我把它命名为义乌小商品脱口秀啊，希望管乐也珍惜。马上要上场的武艺，武艺的成名曲叫什么？下雨天。好，我都不知道。
在装，现在上节目还在唱，一唱唱了15年，这说明什么？好听，没别的。说明就是好听。无意，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夸你的了，都是一个公司，哥也仁至义尽了。好吧，来，把舞台交给武艺。大家好，我是武艺。有点紧张。导演呢，今天说这场请了一些综艺乐子人来，来的是谢依霖、延安和孟川小琪。我在想，这叫什么综艺乐子人啊？我在《你好星期六》《亲爱的客栈》《我家那小子》这些综艺里面没见过你们呀。我也不知道你们平时在哪儿乐呢。请不起吧？那我说说我认识的吧，向佐，他是我的老乡，因为我也是在香港出生的。向佐比我大几岁，所以我得叫他一声呆头。向家的传奇故事，其实我从小就有所耳闻，所以6岁的时候我们就举家搬回长沙了。我之前在网上看向佐那些视频，我以为是 AI 生成的。所以我很担心今天向佐讲着讲着突然大笑3声，从这个麦克风爬上去了。他这个人不可预测，喜欢突然给人来一巴掌，所以他们都说让我来之前小心一点。我说没事儿，因为我的身高不在他的攻击范围。想让我挨他一巴掌，得先吓我一跳。说个题外话，很多人说我这身高挡不到弹幕，朋友们发送弹幕挡住武艺，让他们长长见识，快发吧。接下来呢，说张唯一，今天最抽象的就是你。节目上一直戴那个耳机，我看完就一个感受，我理解不了。如果我能理解，我就完了。他在节目付款那个是被很多人批评，我不知道具体原因啊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不想付。对，哪有人在前台买单磨叽这么久？你别说付款了，贷款都下来了。听说导演让他给自己，听说导演让他给自己的长相打分，他打了满分10分啊。我在娱乐圈确实见过满分10分的艺人啊，但是我确实没有见过像张唯一这样的10分。我不知道他这10分怎么算的，后来看到照片知道了，他的发型是37分的，所以不看脸加起来正好10分。然后呢，你去的那个节目叫《姐姐当家》，但是其实我看片段，我还以为是《再见爱人》。我当过《再见爱人》的观察员，我觉得很适合你，我想跟你内推。再见老张是你的代表作，也可以是董璇姐的代表作。我出汗了，我好热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说了张唯一老师这么多，其实我跟老张还是有微信的，对吧？老张应该还有吧？管乐我熟，他在真人秀展示了他的屋子啊，有一点脏乱。说实话，我身为一个洁癖，确实有点看不下去，太乱了。假如我去他家，我不可能去他家。谁去他家，他都可能会说，要不别走了，留下来收拾吧。他因为这个事情也被很多网友讨论过。我曾经呢也被网暴过。10年那个时候，网络暴力太纯粹了，很多人都拿我编段子，说我把我惹急了，我跳起来打他们膝盖。开玩笑，有向佐在，我怎么敢跳起来？现在的互联网的环境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好了。之前那些很多骂我的话，很多都打不出来了。
我知道，其实今天在这里大家都是在玩梗，也理解作为一名乐子人被大家这样善意的调侃，这跟网暴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有些梗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大家之所以相聚在这里，也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综艺乐子人，一直给大家带来欢乐，我们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大家从今以后跟我的人生一样，小红小紫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武艺。武艺，刚才你一个人瞎乐什么呢？在这儿，你想说张唯一就说他，你说张唯一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快乐吗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的同事说的真好，太好了！节目组以后可以多请一下我们公司的艺人，我们公司还有一批种地的艺人也很好笑啊。